我与新皇李景恒大婚当夜，六宫送来贺礼，在一堆金银玉器里，有一幅古画最合我的心意。我刚要拿起仔细欣赏，眼前突然出现弹幕：女主宝宝真聪明，打探到女配喜欢古画，便将绝子的药粉涂在古画上，这样女配赏画的时候就会中毒。从此身为皇后的女配就坏了身子，不仅不能生育，还常年月信不断，最终溺血而亡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心中一凛，正想将此事禀报皇上，转身却见他也笑盈盈地为我送上贺礼。这块温玉有养颜润肤之效，外邦贡品，只此一块，朕特地命人将其做成滚脸的玉轮，愿爱妃容颜不老。不等我接礼谢恩，弹幕再次浮现：男女主真是绝配，女主宝宝送绝子药，男主就送毁容玉。女配还以为这是对她的独宠呢，其实男主娶她只是为了拉拢将军府。等皇权稳固了，女配绝嗣又毁容，皇后之位只会是女主的。我大惊，合着男女主都追着我杀呗。我反手将绝子古画送给李景恒，皇上请赏画。李景恒被我陡然拔高的声音吓得一怔，我连忙又装出舒雅的模样。这幅画是玉妃送来的贺礼，前朝名家的真迹，臣妾不懂这些，想请皇上替臣妾鉴赏。李景恒从锦盒里拿出画卷，缓缓展开。我屏住呼吸，悄悄站得离他远了些。李景恒唇角带笑，用墨淡雅，随意宛如天成，这般洒脱灵气的用笔，确实是前朝名家松雪居士的真迹。玉妃向来体贴入微，定然是知晓你喜欢古画，把压箱底的至宝奉出来了。他微微侧身，想和我说话，却见我站在寝房门口，目露疑惑：琼华，你为何站得那么远？我忙用手中的喜扇扇风，天气有些闷热，臣妾在门口透透气呢。李景恒眉头微皱，如今已是深秋，怎会闷热？是不是有些紧张？我适时地用扇遮脸，故作羞赧。李景恒放下画，命工人将贺礼全部收去库房，牵着我的手一同走到床边坐下。他眼神灼热：今夜是你我大婚之夜，别误了吉时。我轻轻避开他的触碰。皇上，臣妾的月信来了。李景恒脸上的玉色淡去，颇有些乏味。既如此，朕今夜便不留了。李景恒出了我的宫门，摆驾去了玉妃的宫院。我的贴身侍女紫苑急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姑娘，今日可是大婚之夜，您怎么能放皇上走呢？此事明日传遍六宫，您的脸面可就丢尽了。我拿着李景恒送的玉轮，开始想馊主意。脸面和小命比起来，什么都不算。次日清早，苏玉柔第一个到我宫中伺候我簪花。她态度恭顺，昨夜是皇上和娘娘的大婚之夜，她却深夜到了臣妾宫中。臣妾惶恐万分，却不敢左右君上的决定，今日特来向皇后娘娘请罪。我摆摆手，故意露出烦忧的苦笑。是本宫的身子不争气，不知为何，明明前些日才来过月信，昨夜忽然又来了。想来是从前随父亲征战沙场，落下了病根，赶明找太医好好瞧瞧。苏玉柔垂下头，显得恭敬柔顺，我却从镜中看到她唇角未收敛的一抹笑意。我将李景恒昨夜送我的玉轮拿出来，送到苏玉柔的手里。昨夜是本宫的过失，却连累妹妹担惊受怕。这块养颜玉轮是昨日皇上赏下的，借花献佛送给妹妹，还请妹妹不要见怪。苏玉柔看着玉轮，唇角的笑意微微有些淡，眼中闪过嫉恨。这块玉是外邦进贡的珍品，据说有养颜润肤之效，不少嫔妃都向皇上讨求，却都被皇上推拒了，原来是准备送给娘娘的。皇上对娘娘当真是厚爱。我笑而不语，只状似羞涩的微微偏头。眼前再次看见弹幕，什么情况？男主看了古画，沾染了绝子药，女主收了玉轮，岂不是之后一个绝子，一个毁容？男女主被双杀了，还看什么？我倒觉得有点意思，宫斗升职文变成复仇爽文，萧琼华不会是重生了吧？我还是相信男女主有主角光环，绝不会轻易狗带。待会儿呛口小辣椒兰贵妃就要出场了。
皇上昨夜去了女主宫里，女主怕成为众矢之的，特地让皇上去陪兰贵妃用早膳。兰贵妃还以为自己宠冠后宫，被女主挑拨要给萧琼华一个下马威，期待打起来。兰贵妃未嫁时，我也曾与她有过接触，我们都是将门之女，时常在马球场上争个高低。她是个豪爽洒脱的女子，只是容易冲动。我倒有些好奇，向来没什么脑子的贺云兰在宫里学了什么手段，直到嫔妃请安散场，兰贵妃才姗姗来迟。她穿的花枝招展，像是行走的首饰架，眼角眉梢都带着挑衅的傲然。嫔妾来迟了，还请皇后娘娘恕罪。早起皇上在我宫里用膳，这才耽搁了请安的时辰。弹幕一片怜惜，兰贵妃蠢到我都不忍心骂她。女主送她的驱虫香囊里含有绝子的麝香，她却傻乎乎以为遇到了挚友，凡事都替女主出头，殊不知女主是故意让她当出头鸟。男主也对她颇多忌惮，让太医为她专门配的养胎药其实是避子药。这次也是女主故意对他说，皇后出入宫中定然会拿位分最高的妃嫔杀鸡儆猴，故意挑错立威，他才愤愤不平地过来挑衅。我看向兰贵妃的眼神顿时充满了同病相怜的怜悯。她见我没有动怒，清澈的眼神中写满了大大的疑惑，继续挑衅。皇后娘娘入宫之前，后宫诸事皆由我统管，如今凤印虽交到娘娘的手里，但后宫事杂，样样都不能出错，恐怕娘娘还要学习一阵子才能经手。我直接将协理六宫的权力给了兰贵妃，本宫学得慢，还要劳烦妹妹一直在旁协理才是。兰贵妃像是被捋顺了毛的狸奴，没了张牙舞爪的架势，与我说话也温柔了不少。多年不见，你倒转了性子，竟不与我呛声了。若是没有提前知晓苏玉柔和李景恒的陷害，我定然不会容忍兰贵妃的故意挑衅。但如今，最重要的便是在后宫中保住性命，多一个可以拉拢的盟友，总比多一个仇人好。我与兰贵妃闲话家常，她早早便嫁给还是太子的李景恒当侧妃，而我则跟随父亲在沙场征战3年。兰贵妃的父亲和兄长是我父亲的下属，我将他父兄的日常琐事与他详说，他听得认真。阿爹和阿兄每次来信都只说很好，但沙场刀剑无眼，我心里总是放不下。如今听你说他们一切安好，我才算是踏实了。我微微一笑，将话题引到他的香囊上。几年不见，你的绣工愈发像模像样了，这香囊绣得真好看。兰贵妃手指勾着香囊穗子轻晃，你真是抬举我，我这双爪子只适合舞刀弄枪，拿不了绣花针。这是玉妃亲手为我绣的香囊，里面是她家中独门秘方，驱虫甚是有效。你知我最怕那些虫子了，这些年在后宅里见惯了勾心斗角，只有玉妃是难得的实在人，待我吃成。只可惜性子太过温弱，若是没有我护佑，只怕早被宫里的那些豺狼生吞活剥了。我向兰贵妃讨了香囊，放在鼻子底下轻嗅，微微皱起眉头，闻着倒像是有些麝香的味道。实际上我只闻到了浓郁的花香，但弹幕既然说里面含有麝香，肯定所言非虚。兰贵妃虽然不懂医理，但在后宅待得久了，对麝香的用处也有所耳闻。她当即脸色微变，有些犹疑。不会吧，这是玉妃亲手为我做的，她不会害我。是否含有麝香，请太医来一验便知。我让侍女去太医院请了可靠的太医过来，经过仔细的检查，太医下了定论，香囊中确实含有大量的麝香，因被其他香料掩盖了气味，故而不易察觉。此物不宜近身佩戴，会损伤女子身体，有孕者落胎，未孕者毙子。兰贵妃听后，当即要去找玉妃问个清楚明白。我慌忙拦住她，然后平退左右。你在后宅多年，为何还是这么没心眼？你无凭无据去问，玉妃怎么可能承认？到时她倒打一耙，说你故意栽赃陷害，你便是有10张嘴也说不清楚。兰贵妃咬牙暂且忍下这口气，主动提出要与我同盟。我让她假意与我不和，继续与苏玉柔相处，若有任何动向，先与我商量。我到后宫的第1个月，风平浪静，秉持以不变应万变，我绝不主动出手。
到底是苏玉柔先按捺不住。兰贵妃来信告知我，苏玉柔撺掇她对有孕的和平出手。和平家世不显，容貌平凡，性格谨小慎微，原本只有美人的位分，因怀上了李景恒的第一个孩子，才升了嫔位。如今已经有孕5个月，按照苏玉柔的性子，做事必须要有10分的把握，绝不会将这种事情交给最容易出岔子的兰贵妃去办。现在撺掇，只怕是想找个替死鬼。弹幕印证了我的猜想，女主这一手借刀杀人用的真绝。她送的毒瓷瓶早就让和平的身子内里虚空，此时再撺掇兰贵妃将和平罚跪，不出半个时辰和平就会小产，这罪过自然也就落在了兰贵妃头上。兰贵妃和萧琼华不是已经结盟了吗？我觉得女主的算盘又要落空了。2个炮灰结盟有什么意义？后宫皇权最大，萧琼华和兰贵妃的死局并不是因为女主陷害，而是皇上既想要靠他们拉拢兵权，又不想让他们有孕，自然乐见他们相斗。他们俩再怎么折腾也逃不过死局。逃不过死局吗？我心中寒凉。当初数千敌军将我围困，我尚能单枪匹马闯出一条生路，如今自然也能搏一条出路。我以散播关心、散播爱为由，去和平的宫院探望他。他引我坐在主座，和平的房中肃静，只有2只插着朱顶红的瓷瓶格外亮眼，上面的彩色绘纹鲜艳夺目。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向瓷瓶，眉目温顺地道：这2只瓷瓶是玉妃所赠，娘娘若是喜欢，我便借花献佛，赠与娘娘，改日再去向玉妃姐姐赔礼。既然是玉妃赠给你的东西，本宫怎么能收呢？只是见这花纹奇特，才多看了几眼。我走进瓷瓶，装作细细欣赏的姿态，然后故作不适，揉着头喊晕。本宫的头好晕，快去请太医。和平吓得脸色煞白，瑟缩得像个鹌鹑，看着我的眼神警惕，像是怀疑我在故意陷害他。太医拎着药箱慌忙赶来，我以眼神示意他检查瓷瓶。太医心领神会，对着瓷瓶细细检查。过了1炷香的时辰，太医跪地回话：启禀娘娘，这瓷瓶上的彩绘添加了大量的番邦香料，娘娘的嗅觉敏感，才会觉得头晕，并无大碍。只是这香料有活血散结之效，若孕妇久闻，恐怕有损孕体。和平的面色更白了，我赶紧让太医为他诊脉。太医摇头叹气，虽胎相并无异样，但身子已然虚弱，微臣定当拼尽全力，尽量让娘娘这胎怀得久一些，说不定有一线生机。和平眼眶一红，当即跪在我面前，求娘娘为嫔妾做主。我用帕子替她擦去眼泪。此事还需禀报皇上，你放心，皇上必会给你一个公道。我让人将苏玉柔带到凤仪宫，请皇上亲自过来审问。证据确凿，苏玉柔百口莫辩，她哭得梨花带雨，只推说臣妾并不知彩绘有毒，只是见花纹奇特美丽，才送给和平妹妹的，皇上明鉴。和平柔弱，即使气得发抖，也说不出什么狠话。我挺身而出，浑身正气。此等落胎之物，后宫诸妃，你偏偏送给了唯一有孕的和平，却推说是无意所为。这等谎话，玉妃你自己可信吗？皇上英明神断，自然不会被你3言2语迷惑。李景恒原本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此刻却被架在高处，不得不对玉妃有所处罚。玉妃，无论你是否有意为之，此物伤了龙胎，却已然成了事实，你罚俸半年，降为嫔位，在自己宫中禁足3个月。苏玉柔满面泪痕，纵然臣妾绝无谋害龙羿之心，但既然错已造成，臣妾甘心受罚。她跪地叩头后起身回宫，我心里得意的笑才刚吼了2声，苏玉柔忽然晕倒在地。李景恒慌忙上前将她抱在怀里，赵太医为她诊脉。太医一脸喜色，恭喜皇上，玉嫔娘娘已有将近1个月的身孕。李景恒满眼欢心，还叫什么玉嫔，朕要下旨册封玉柔为贵妃。他抱着苏玉柔快步离开，丝毫不管身后面色惨白的和平。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抚，姐们，人家是主角，和咱们炮灰待遇不一样。李景恒这狗男人竟然闻了绝子药，却还有生育能力。
怎么，奇药的药性是只针对我一个人的吗？弹幕显然也很疑惑。涂在骨画上的绝子药不是号称闻了之后立刻绝子的吗？李景恒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？男主当然会有男主光环，不然按照绝子药设定，女子闻后绝孕且月信淋漓不尽，男子闻后绝育且房事不举，霸道帝王难道要变成残疾太监？弱说一句，这个时候女主和男二李景睿已经好上了吧？这个孩子真的是男主的吗？弹幕一片卧槽飘过，我瞪大了眼睛。李景睿是皇上一母同胞的弟弟，封号宁王，太后偏宠幼子。李景恒对此多有怨念，对李景睿颇为不喜。若弹幕所言为真，这个孩子恐怕真的不是李景恒的。我激动地在房间里踱步，片刻后又冷静下来。如今孩子尚在腹中，又不能滴血验亲，怀胎10月，若在这期间苏玉柔将我拉下马，或是此胎没保住，便再无证据能够证明此胎并非李景恒的血脉。我要做的便是打起精神，警惕苏玉柔的算计，顺便想想如何万全的主动出击。在我的耳提面命之下，兰贵妃称病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坚决不和苏玉柔单独相处。我自己亦是严防死守，不给苏玉柔留下丝毫可乘之机。可百密一疏，苏玉柔还是找到了机会出现在我身边。我在湖边赏鱼，让紫苑去给我拿些鱼食，独自享受难得的清静。苏玉柔脚步轻慢地走到我身后，笑语盈盈。皇后娘娘这些日子似乎总在躲我，我后背窜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急忙想走，却被苏玉柔拽住袖子。娘娘，臣妾又不是虎狼，您何必如此惧怕？事已至此，我也直接与他撕破脸皮。你我都心知肚明，你想尽办法接近本宫，是想用这一胎将本宫拉下马。苏玉柔微微眯起眼睛，后宫的这些女人，只有皇后娘娘尚且算得上是我的对手，可惜啊，你挡了我的路。苏玉柔突然跳入水中，大声呼救。我听见远处急匆匆的脚步声正赶过来，心中冰凉的想着，完了，难不成我谋算许多，到头来仍旧是一场空？危急之际，和平出现在我身边，他二话不说也跳入河中。不是，这是组团来杀我。侍卫将他们二人救起时，李景恒正好赶到。苏玉柔眼眶含泪，身下衣裙已经被鲜血染红。皇上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是。他刚要指认我，便被和平截了话头。皇上，是臣妾怀恨在心，故意将玉贵妃推下水，想要与她同归于尽。丧子之痛郁结于心，臣妾实在放不下，如今大仇得报，任凭皇上处置。苏玉柔本就不打算留这一胎，只是想顺势除掉我。和平替我挡了劫，他也不敢再追究不放，只能咬牙认下。李景恒神色疲惫，说话声音有些尖细。和平谋害皇嗣，废去封号，贬为庶人，囚禁冷宫。我亲自送和平进了冷宫。他神色凄然。皇后娘娘，我力弱，无法与苏玉柔抗衡。我知道您是好人，希望您看在这次我为您挡灾的份上，替我儿报仇，一定要将苏玉柔千刀万剐。我轻抚她的鬓发，郑重许诺。你放心，我定会接你出来。我心中如压了块大石般沉重。皇权如天，后宫所有阴谋诡计，最终的落点都在于李景恒的信或不信，罚或不罚。只要统管天下的人是李景恒，我便永远都没有赢的可能。我失魂落魄地走到兰贵妃宫里，她正捏着鼻子喝药汤，见了我，她露出明艳的笑颜。琼华，你来啦，这可是皇上特地为我配的安胎药，你要不要也试试？我可是只和你一人分享。我心中涩然，兰贵妃是真的喜欢李景恒，喜欢到明明贺将军已经为他选好了人家，只要他点头，便可下半生逍遥无忧，却还是执意进东宫当侧妃，一头扎进这四四方方的天。我上前摔了他的药碗，他微微一愣，柳眉倒竖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在哪里受了气，来我这撒火？我冷声问他，你喝了这些年安胎药，可曾有用吗？兰贵妃神色微顿，失落地抚着小腹。是我身子不好，
或许再多养2年便好了。再说了，先前苏玉柔送的毒香囊，我成日佩戴，身体自然有所损伤，需要时间调养。我紧紧盯着他，打破他的自欺欺人。贺云兰，这后宫人人都有可能有孕，唯独我们2人永远都不会有孩子。兰贵妃猛一拍桌站起来，萧琼华，你想和我说什么？你想说皇上对我从无情意，只是想拉拢我爹吗？他曾不顾安危救我于马蹄之下，怎么可能对我没有情意？我轻声嗤笑，他倒真是会偷懒，连讨好的手段都不肯多想几出。当初李景恒还是太子时，也曾有意接近我，我被烈马甩到地上，险些被马蹄踏中，是李景恒出手救了我。他有意娶我当太子妃，但我那时心野，割舍不下天高海阔，便没有同意。直到李景恒登基，被群臣催着立后，他又找到了我，说想要娶我为后。我顾及萧家上下，不敢赌帝王一怒是否会牵连家人，便应下了。如果不是大婚当夜看见弹幕，恐怕我也如兰贵妃一般，自欺欺人的以为他是爱我的，但我是不同的。我知道若不把真凭实据摆在面前，兰贵妃会一直自欺欺人下去。于是我让她自己给贺家送信，找了可靠的大夫，在我的协助下悄悄进宫。大夫验了药汤，确认里面含有会令人绝孕的慢性毒药，若再继续服用，身体寒毒积累，恐怕会危及生命。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，兰贵妃不得不信。她眼眶通红，泪水无声落下。我握着她的手，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，若我们只关乎自己，大不了在后宫混吃等死。可李景恒防备猜忌之心如此重，终有一天会向我们的家族下手，我们得先下手为强。李景恒以政务繁忙为名，连续几个月都不曾踏入后宫。我心知他此刻恐怕已经不举了。探子递了信，李景恒深夜会换了常服，偷偷出宫，重金寻遍天下名医，治男子不举之症。我传信给家里，让他们找到能短暂让男子兴起的药，哪怕对身体损伤极大也无所谓。家中并未问我缘由，暗中给我送了药，只嘱咐我万事小心。李景恒在我宫中小坐时，我将药加在他的茶水里，他与我在床榻之上缠绵半宿。次日醒来，李景恒眼下淤青深重，我心想，他恐怕又要几个月都不入后宫了，这样正方便我办事。能光明正大出入皇宫的人不多，与我相熟的就更少了。我让人带了信给荣王李景期，约他深夜在皇宫隐秘之处相见。即便是冒着杀头的罪名，他也还是如约来了。琼华，你在宫中过得还好吗？李景期母妃位卑，自己也不受宠，在后宫饱受欺凌，几个小太监围着他殴打，我路过救了他，自此便有了些交情。我怜他无人照拂，便给他想了个法子，让他去请旨到边关从军。虽是个苦差事，可若得了战功，便可以封王出宫，从此不用再受窝囊气。他倒也听话，被分派到我爹的麾下，踏踏实实做副将。前2年我在边关时，还曾与他并肩作战过，他是我可以交托后辈的生死战友。我心一横，直接抱住李景期。李景期，我需要一个孩子，身体好就是不一样。连续几日夜间厮混，天不亮便又去上朝。李景期仿佛没事人一般，甚至更加容光焕发。半个月后，我诊出有孕，一直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幸好有了，不然下个月我还要再给李景恒下药，与他逢场作戏，想想都觉得作呕。李景恒对我这一胎格外重视，他如今不举，万一以后再无生育可能，这便是他的独子。琼华，我会派人照顾好你的身体，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，千万不可损了这一胎。我柔声应下，消失许久的弹幕再次出现在眼前，剧情简直炸裂，王的后宫变成王的绿帽，男主居然真的不举了，那女主还怎么怀上他的孩子？我倒不关心男主，反正他只是个辅助人物，主要高光就是给女主当金手指而已。我只想知道女主接下来会怎么发展。女主失策了，当初怀的那一胎就不该打掉，
反正李景恒也不知道孩子不是他的。现在男主不举了，想再怀一个孩子装作他的，难度系数要翻好几倍。放心，李景瑞和女主已经在密谋，设计萧琼华与侍卫同房，到时让男主捉奸在床，萧琼华这一胎就说不明白了，肯定会被处死。我手抚着小腹，嘴里哼着小调，想得倒挺美，但可惜我不会让他们如愿。我特地给他们创造了机会，独自一人在偏僻之处赏花，果然有侍卫将我迷晕，带到偏僻的厢房。李景瑞进房查看，好好办事，待你入了天牢，本王自然会找死囚将你换出去，许诺你的千两黄金也不会少了你。侍卫满脸堆笑，谢王爷赏赐。我趁机捂住自己的口鼻，朝他们撒了一把药粉，他们二人瞬间晕倒在地。一直跟在我身后的李景七含着脸走进来，拔剑就要刺过去，被我急忙拦下。呆子，这么轻易便把他们杀了，你自己也难以脱身。我自有谋算，我早备好了烈性的春药，加在酒里，给他们一人灌了2杯，然后和李景七躲在房顶偷看。不多时，李景瑞和侍卫药性上来，扑到对方身上啃咬，一世淫乱春色。苏玉柔和李景恒也闲逛到此处，他故意将李景恒往房间里引。皇上可还记得这间僻静厢房？你我曾在此处共赴巫山云雨，如今故地重游，倒叫臣妾心中羞臊。李景恒有心无力，听得面色清寒，抬脚想走。苏玉柔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，狠了心主动现身，依山半退。皇上已经多日不曾宠爱嫔妾了，是对臣妾厌弃了吗？他硬拉着李景恒向厢房靠近，直到听得里面暧昧的喘息声，才收了故意做出的勾引姿态，惊诧道：是谁如此胆大，竟敢在宫中放肆？李景恒寒了脸，一脚踹开房门。李景瑞和侍卫正在酣战，两人动作激烈。苏玉柔原本故意掐着嗓子的惊呼，变成了惊恐的尖叫。啊啊！李景恒乐得看李景瑞的笑话，并未上前阻拦，等到看完活春宫，才慢悠悠开口：既然皇帝有此癖好，实在不必遮掩，做皇兄的当然要满足你。李景恒为李景瑞赐了10几个男官，将他断袖之名传得满京皆知。李景瑞丢了颜面，也不敢喊冤，生怕彻查此事牵扯出更多，连夜请旨回了封地。没了李景瑞的助力，苏玉柔犹如被折了双翼的鹰，处处受桎梏。他仍不甘心，铤而走险，给李景恒下了春药。李景恒服了药，精神亢奋，身体却不起，药性在体内发不出去，吐了一口血晕死过去。太医把了脉，战战兢兢表示：皇上这脉象，恐怕日后与子嗣无望了。李景恒大怒，将气全部撒在了苏玉柔的身上，扬手狠狠扇了他一巴掌，手上却沾了一层鲜血淋漓的皮。李景恒错愕，苏玉柔惊慌哭喊：我的脸，我的脸好痛！他急忙找镜子，看见自己毁容的半张脸，发出凄厉的喊叫：怎么会这样？是玉轮！他怒目看向我，贱人，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在玉轮上抹了药，故意害我毁容。皇上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我不慌不忙地为自己辩解，那玉轮是皇上亲手赠我的，绝不可能有毒。难不成你是在暗示皇上在送我玉轮时便涂了毒吗？李景恒神色尴尬，强装镇定：你怎么把玉轮送给玉妃了？朕送你的东西自然不可能有毒，定是玉妃自己不慎用错了擦脸的香粉。苏玉柔了解李景恒，听他这番话，便知此事和他脱不了干系，不敢再讨公道，只凄惨痛哭，眼泪从血肉模糊的半边脸滑下来，看上去格外瘆人。即便李景恒为苏玉柔寻遍天下名药，也再也医不好他的脸。苏玉柔日渐阴郁，竟然有些疯癫。他约了我在他宫中见面。萧琼华，我很好奇，我明明在送你的蛊化里下了绝子药，你为何还会有孕？我抚着肚子，但笑不语。跟在我身后进来的李景恒却怒容满面。原来是你！朕的隐疾问遍天下名医，也找不到缘由，原来是拜你所赐。苏玉柔哼笑2声，原来中毒的是你，怪不得长久的不来后宫。
如今我的脸一毁，再也不必向你奴颜婢膝讨好你。你想怎么处置我都随意，我的绝子药可不止绝子，它会慢慢损伤身体，耗得人油尽灯枯。能拉皇上给我陪葬，也值了。李景恒仿佛第一日认识苏玉柔，眼中满是不敢置信。玉柔，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恶毒？我一直都是这样。皇上，你以为后宫有人真心爱你吗？无非都是为了分走你手中的权势，个个如此。没了权势，谁能看得上你？便是李景睿也好过你100倍。还记得我流掉的那个孩子吗？是李景睿的。苏玉柔像是疯了一般，各种辱骂的话不要命的往外说。李景恒被他激得吐了一口血，晕过去之前咬牙吩咐：苏玉柔，赐死！我给苏玉柔送了白绫和毒酒，她选了毒酒，脸已经如此难看了，选毒酒起码能走得体面些。我看着她喝了毒酒，心中压着的大石落地，难得静下心与她谈话。我实在不解，以皇上对你的爱重，你只需安静等待，皇后之位迟早是你的，为何一定要把后宫搅成一滩浑水？苏玉柔嘴角流出黑血。爱重？谁在乎？我若不自己去争，他总是有1000万个理由让我等一等，等到我老死，也未必能当上皇后。我只想要权力。苏玉柔失去气息倒地，眼睛睁着，写满了不甘心。我让人将她好生安葬，然后回到李景恒的寝殿，给他回旨。李景恒躺在床上，肢体挣扎着想要起床，却连这么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到。他惊恐地呼喊：太医！朕的身体怎么了？太医跪在地上惶恐地回话：皇上本就体弱，又怒急攻心，恐有中风之兆，日后能不能恢复，微臣实在不敢断言。李景恒怒骂：无用！快给朕寻遍天下名医，若治不好朕，你们太医院便全部陪葬。我让太医先下去。皇上如今正在气头上，说的话都不作数，太医院尽力便可。太医急忙跑了。李景恒怒瞪着我：朕还没死，皇后便要做朕的主了吗？我将手轻轻放在李景恒的脖子上，然后用力掐紧。他满面惊恐，脸憋得通红，却无法做出反抗的动作。在他快晕过去时，我松了手。皇上，如今你的性命确实由我做主。我腹中的孩儿还未降时，你还要替他先占着皇位。李景恒每日躺在床榻上，由兰贵妃照料。兰贵妃给他的手脚上了锁链，笑语盈盈地与他说话。每当李景恒试图让兰贵妃救他时，兰贵妃便会含下脸给他一巴掌，或是用鞭子抽他。久而久之，李景恒便像是被驯服了的狗，一见到兰贵妃便扬起笑脸，说一箩筐的甜言蜜语。我平安生产之后，抱着孩子去见他。侍卫小殿下，皇上该写传位诏书了。李景恒如今手连笔都握不住，只能由秉笔太监代笔。我用刀划破他的拇指，在诏书上印下血印和玉玺。李景恒呜咽流泪：我此生已经如此，你定要替我们的孩儿守好江山，莫要给荣王太盛的权势，以免他生了不臣之心。我笑了笑：皇上放心，李景期自然不会和他的儿子抢江山。李景恒吐出一口血，活生生被自己的血呛死了。我静静看着他咽气，从此便再也不必日夜提心了。朝中由李景期监国，我母家辅佐。贺云兰收拾行囊要出宫，从前设下的自由，我要补回来。我送他出了京城，对外宣称兰贵妃已经亡故。我问和嫔：你呢？想去哪里？和嫔仍是一副怯弱的表情。我想要个孩子。我若有所思，赏了他2个侍卫做面首。新皇年幼，每日上朝皆由我这个太后抱着。久而久之，朝臣也习惯了我干政。我顺理成章地手握皇权。李景期白天在朝堂上当牛马，晚上在我的床榻上当牛马。意乱情迷之时，他在我耳边轻语：琼华，你对我可有过片刻真心？我手指划过他的脸颊，半真半假地哄道：何止片刻，我非草木，自然也有真心，只是那些真心比不过我所图谋的权势。李景期懂了我的未尽之言，愈发卖力。
无爱，无论真心与否，我都是伴你到老的那个人。恍惚之间，我想，若是能这样相伴白头，未尝不是一种圆满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